500万，2个月，我把陆晨这段关系彻底让出来。你把他当什么？当你继承城市最稳的合法方案，你缺一个能通过核查的丈夫，我缺钱，你凭什么觉得我会答应？因为你喜欢他，你看他的眼神我见过，10年前见过，现在也没变。2个月500万，做不做自己想。老爷子生前设立家族信托，程氏集团40%股份由程暖继承，但保决权释放有一个附加条件，继承人需通过60天家庭关系核查，若无法证明合法且稳定的婚姻关系，股份保决权将暂由信托委员会代管。60天，这不是逼他现在结婚吗？老爷子审视条件也太狠了。陈叔，没念错吧？暖暖现在连男朋友都没有，60天去哪儿找一个能过核查的人？遗嘱念完了吗？念完了，大小姐。散会。我看你这次怎么整。暖暖，等一下。60天找一个能骗过陈叔和律师团的人太难了。所以呢？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我最了解你。与其找一个外人冒险，不魏然，如我们……你是不是觉得我走投无路了？我的婚姻，我的股份，我自己处理，轮不到你替我安慰。程暖，你最好真有办法。10年了。你好，请问找谁？找陆晨。这女的谁啊？气场这么强，这一身套装顶我半年工资吧？大项目甲方。你来晚了10年。什么？初中毕业到现在整10年没联系，现在来找我是为了设计？不是。那是为了什么？我想和你做一场交易，合法登记2个月，60天核查通过后，双方和平解除关系。为什么是我？你刚离婚，身份简单，我们认识，能解释过去。报酬500万，这笔钱不是给你个人的买断费，是60天共同生活基金和履约保证金。你怕我觉得自己被买了？我怕你觉得自己被冒犯。程暖，如果我答应，不是因为钱，那是因为什么？就当还一段旧人情。我不记得帮过你。你不记得，不代表没有。你不再考虑一下？我考虑过很多年了。你来晚了10年，那还不算太晚。明早9点，民政局。明天见。答应的这么快，陆晨，你到底是为了钱，还是为了他？10年，确实太久。两位核对一下信息，确认55签字。程暖，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我从不临阵退场。合作愉快，陆太太。程暖，你真醒了？这男的谁啊？你不是说只是去谈吗？闺蜜比较吵。听出来了。暖，这么巧，恭喜啊！这位是我丈夫陆晨。陆先生，幸会。魏总，久仰。程暖今天领证了，对方叫陆晨。喂，你说他找的人是陆晨？你认识？他是我前夫。厨房在这边，冰箱随便吃。右边客厅，电视遥控器在茶几上。2楼卧室我住，书房你可以用。1楼客房是你的。需要我配合到什么程度？生活痕迹真实就行，牙刷、衣服、鞋、杯子，能让陈叔查到的都要有。明白。还有，别进我房间。你也别进我房间，公平。这间你住，洗手间左边。这间房没住过人，平时放杂物的。杂物保存的挺整齐。你收拾一下，我去点外卖。吵你的有没有毒？我没说什么。你眼神说了。程总连眼神也要管。婚姻核查期风险都要管。那以后我点清淡点。不用，我能吃辣。我知道。不请我进去坐，不方便。你住这里挺好的，用别人的房子习惯吗？你来干什么？来取东西。程总，我丈夫照顾的怎么样？前夫。对，前夫刚离没几天，改口需要时间。顾小姐改口慢，我理解，毕竟你连离婚证也能拿来当筹码。程暖，
你拿协议包装婚姻不怕难看吗？我们签的是合法合作协议，你把旧关系当筹码，才真的难看。陆晨，你就看着他这么说我？他说错了吗？你要取的东西在哪儿？拿完就走。陆晨，你以前不会这么跟我说话。以前我们没离婚。以后他再来，不用开门。他毕竟是你前妻。啊！你听见没有？他护着你，他刚才绝对在护着你。你闺蜜嗓门挺好。程总，没打扰新婚生活吧？老爷子让我来看看。这位就是陆先生吧？既然结了婚，生活痕迹总该有。他的换洗衣服在阳台晾着，客房也改成了他的书房。要不要检查衣柜？不用，例行公事。你们相识多久了？半年，酒会上认识的。陆先生，程总的生日是哪天？10月12日。那他怕什么？他不怕任何事，除了别人发现他其实很在意。看来陆先生很了解程总，夫妻之间应该了解。再观察。过了吗？暂时过了。刚才那句话你怎么想到的？实话，你确实很在意。协议里没写你可以分析我。那补充协议？不补。目前看起来像真的，但还能查。继续盯。程总，新婚快乐！特意来送份大礼。你嫁了一个资产状况不明的人，程氏会有麻烦。陆晨上一段婚姻里为了顾莹填了多少债，上面写的清清楚楚，你也敢替他扛？魏总特意跑一趟，就为了关心我的家事。我是怕程氏被一个债务风险拖下水。慢走，不送。程暖，你别嘴硬，60天，我有的是时间。那你慢慢查。你想退出吗？你欠了多少？清了。离婚前3天。为什么不早说？协议里没问。所以你答应我不是因为缺钱。我说过不是。那你到底图什么？图经济。吃饭吧。没用，程暖看了账单，根本没动摇。他当然不会。他喜欢陆晨，喜欢了10年，一张账单吓不动他。那就换个办法。我知道。帮我约陆晨，就说有个设计大客户要推荐给他，还有找个会拍角度的人。我要一张照片，能让程暖误会，也能让股东怀疑，越暧昧越好。顾莹打电话说有个大客户推荐给我，约我去咖啡馆。你的工作你定。你不问我去不去？你已经告诉我了。我可以不去。陆晨，我们是协议结婚，不是被限制自由。陆晨，今天没有客户，你能不能听我说说话？不能。我当初出轨是因为太孤独了，你总加班，根本没时间陪我。顾莹，你约我来就为了说这个？我后悔了，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咖啡钱。谈完了。没什么可谈的。客户没来。没有客户，只有顾莹。我说完了。知道了。有人拍了你老公和顾莹，跟拍者同时联系了我和魏然。魏然出10万买公开权，标题一定会往程氏女总裁协议婚姻，丈夫私会前妻上引。沈珏，告诉那个人，魏然想拿他做文章，我先截下来，原文件、沟通记录、删除承诺都要，让他签删除承诺。对方要条件才肯交素材，你确定要接这个成本？发书面承诺，我不信口头保证。程总大气，马上删干净，绝对不留备份。你这是护着他呀？我是保护婚姻真实性。嘴硬。照片的事儿是你处理的？是。多少钱？不用你还。程暖。
多少钱？20万，对程氏来说是风险控制成本。对我来说这不是小事。程暖，谢谢。不用上升情绪价值，合作成本而已。合同里没写，替我挡麻烦。那就新增一条，我签。沈之，他说谢我就2次，我心跳快了10分钟。我是不是病了？程总，你这婚结的也太巧了。陈叔刚定下考察期限，你就火速领证，大家都是明白人，我们有理由怀疑这是协议结婚。婚姻大事岂能儿戏？为应付遗嘱，拿集团前途开玩笑，性质恶劣。结婚证是民政局发的，受法律保护。魏总，你连我的私生活也要插手？我们是对集团负责。我提议启动对程总婚姻状况的合理性审查，如果不能证明这段婚姻的真实性，陈叔那边我们自然会需要说法。我复议。不用审查了，你们要的真实性都在这里。3年前我的毕业展，程暖去过，有签到记录和背景合影。2年前我参与设计的楼盘，程暖买过一套。去年城市总部翻新项目，我是方案组成员，程暖作为甲方代表和我有完整会议记录。这些是你准备的？一个外人凭什么插手城市内部会议？第一，我不是外人；第二，我妻子的事我来。陆晨，你为什么准备这些？魏然会查你，也会查我。所以你早就知道，那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因为你会说协议里没写。程暖，我可以配合演戏，但我不想看任何人欺负我妻子。你让我查的外客人日常喜好全查清楚了。这本绝版画册他常拿来做建筑参考，费了好大劲儿才弄到。放这儿吧。程总，你这是终于要主动出击啦？知己知彼而已。还有件事儿，陆晨设计所今天下午要交云湖艺术馆概念案，资料库授权突然被停了，像是李明那边动的手，没直接证据。这本画册刚好能补他的参考缺口。那就别让他知道。陆哥还是打不开，下午3点就要交方案了。有些人平时清高，关键时候连参考资料都调不出来。甲方可不会等你。陆老师，有人送了本书，说是旧书店调货，指定给你的。就是这本，陆哥救命了！这本书是你让人送的？陈叔让我准备的，他说夫妻之间要多了解对方兴趣，我照做。很准。准就用，不准就扔。你亲自查资料，亲自买书，还假装是陈叔安排的，程暖，你有多怂啊？挂了。等，你暗恋10年，协议婚姻2个月不告白，到最后人离了，你哭死。我不会哭的。对，你会憋着。陆先生，暖从小被我爷保护得很好，不太会分辨人心，希望你不要辜负他。魏总，这话是关心他，还是警告我？都有，那我都收到了。你表哥对你很在意，他对程氏股权很在意，你知道他不怀好意，所以才有你在。陆晨这个人不好动，那怎么办？就看着他们作文。换策略，从程暖下手。陆晨，好久不见，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。这位是王总，我是张总的助理，也是陆晨的老朋友。陆晨，你记不记得以前在家你最喜欢喝我煮的醒酒汤？每次你应酬喝醉了都拉着我的手不放，像个小孩子一样。王总，关于东区项目，程氏的诚意都在这杯酒里了。他不喝酒。陆晨记性真好，他不喝酒你都记得。记得自己太太的事，很正常。他今天是被人安排来的。你知道？你不舒服的话，下次这种场合我陪你。
出事了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你的脸告诉我事情不小。我负责的大项目投标方案被李明截胡了，他窃取了核心部分，抢先提交。主任为了顾全大局，不打算追究。知道了。方案很好，但我想知道到底是谁的。这份原始创作时间期清清楚楚写到了陆晨的名字，时间比你们提交的早1周。我们不和有抄袭劣迹的团队合作。这个项目，除非陆晨亲自负责，否则立刻解约。是你做的？我只是告诉他们原创和抄袭有什么区别。你不用管我的事儿。婚姻存续期间，你的麻烦就是我的麻烦，合同里写的。谢谢。陆先生平时睡前不喝水。他设计工作需要安静，经常在书房改图到很晚。我睡眠前，他怕吵到我。昨晚在书房看图纸睡着了，东西还没拿回来。工作忙可以理解，但再忙也要像个家。你那本书我明天取回来，放着吧。确定吗？右侧床头柜是临时补的。干得好，继续听。顾莹，陈叔那边露出消息了，他们俩生活痕迹不一致。终于露馅了。这协议结婚的把戏有戏了。穿上，别弄脏我的车座。你今天为什么会经过这里？绕路。你的导航从不绕路。以后不用特意的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好。他发现了？不知道。程暖，比不知道更可怕的是，他其实知道，但装不知道。他真敢这么发！顾莹在社交平台发了一条动态，曾经以为是一辈子，配了和陆晨的旧照，评论区全在带节奏，说你们各玩各的，公司账号都炸了，要不要公关部压舆论话题？等一下。我就知道你会找我。你要的是什么？我要你回来。那个女人给不了你的，我可以。你当初说同样的话，是在出轨之前还是之后？陆晨，你听我来发一条。你发了你们登记当天的照片？你什么时候拍的？你没注意的时候。他转发了你的社交平台，配的是你们登记当天合影，配文就2个字：我妻。绝了！你这我妻伤力太大，评论区全在磕你们。等等，有人说他暗恋你，我们全班都知道的那个男生就是你。怎么了？看到什么了？程暖，你从什么时候？不用你管，这不在合同范围内。我只是想知道。陆晨，我喜欢你，喜欢了很久，但这件事和合同无关，和你没有义务，你不需要有任何反应，所以不用说话。不用等我吃饭。我说出来了。他怎么说？没有任何反应。这比拒绝还要命。陈叔刚通知我，
下周做中期回访，要分别问我们几个生活细节。那就按真实生活说。陆晨，你不用把自己也拖进来。这不是替你承担，是我自己也想留下。找到突破口了。背景说明全被切了，网上都在传你截停了陆晨2个月，公关部在压热度，但转发量太大。陈叔，网上的文章怎么回事？断章取义，协议不是那样的。核查在即，这种负面影响极坏，董事会已经有意见了。各位，程老爷子一定不会希望程暖用买卖婚姻的方式骗取继承权。白纸黑字写着500万，难道是假的？那是假的。各位，这是完整婚前协议原件，网上流传的截图刻意隐去了背景说明及约束条款。500万是婚后共同生活基金的冻结资产，非个人截停费用。协议约束条款写得清楚，离婚后原路退还。魏总还有疑问吗？你为什么每次都出现？因为你总是一个人扛。快进来，老陈念叨你们一上午了。今天看到你们这样，我心里踏实多了。其实老董事长走之前拉着我的手交代了很多，他最担心的根本不是你能把程氏管成没样，他怕你一个人太孤独，怕你为了守住程家把自己的心都封起来。词挑了，趁热吃。陆先生，暖这孩子从小要强，吃了很多苦，外人只看到他风光。不管你们那份协议怎么写的，但我看得出你对他不一样。他值得一个真心的人。他连个字没配，评论区全在替他写故事，说孩子是陆晨的。异常账号很统一，像有人买了第一波。跳顾莹这2个月行程，别只查他，查他见过谁，钱从哪儿来，检查材料有没有异常。你怀疑魏然在后面？不是怀疑。那份检查结果到底怎么回事？陆晨，你怎么能这样问我？我们离婚3个月了。我现在只有你了。顾莹，我现在有妻子。那他相信你吗？这和你无关。顾莹行程被清过，会所记录只查到一半，医院暂时没直接证明，有人在帮他擦痕迹。我会处理。这个投资人叫赵启明，顾莹离婚前后和他多次出入私人会所，检查单照片不是他昨晚拍的，是从匿名图库找来的旧图。律师已经做取证保全了，那份检查材料和陆晨无关，来源也存在明显问题。先别发，陈叔要的是事实，不是舆论扩散。先给陆晨。顾莹离婚期间的活动轨迹、资金往来和检查材料来源都查到了。那份检查材料和你无关。我知道。你知道？我知道我没做过，但你替我查清楚。协议内事情。这句你已经用过很多次了。证据查得挺快，我知道你真喜欢他。正因为这样，你更该知道他心里还有我。他如果真放下我了，为什么发这些？协议婚姻结束那天，他会回来找我。也许吧，但那是60天以后的事，和我现在无关。至于那份检查材料，证据会交给陈叔。你就不怕我继续闹？你可以继续，但下一次我不会只把证据交给陈叔。顾莹今天来找你说什么了？没什么。你喜欢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初2，你在走廊帮一个被欺负的小孩挡住3个人，没有赢，但你站在那里。就这样？就这样，很蠢吧？你不是蠢，我只是庆幸你那时候没有说出口。为什么？那时候的我连自己的人生都没站稳，接不住你的喜欢。他说谢我没在那时候告诉他，他在说他现在可能配了。
这个角这样切，光线会更好。喂，你好，程小姐，陈总让我通知您和陆先生，下周末最终核查。好的，知道了。下周末最终核查。陈叔，这是陆晨前几天深夜出现在我住的小区附近的停车记录。协议婚姻核查期内，男方和前妻深夜接触，不符合规定吧？必须重新调查他们的婚姻真实性。材料收下了，我会核实。送客。有人提交了一份材料，陆晨的车深夜停在顾营小区附近的记录。核查期内任何可疑情况，我必须记录在案。陈叔，这件事我会查清楚。我只看事实和证据。陈叔给你的，那天是去见张工拿项目资料，他恰好住那个小区附近，可以作证。我不怀疑你。我知道，但我想说清楚，我会让张工出具书面证明交给陈叔。材料已经交上去了，最终审查肯定会受影响。陆晨找了同事作证，陈叔把事压下来了。那怎么办？就看着他们过关。你怎么有我当初出租陆晨的聊天记录？只要做过就会留痕。我要直接把这份记录放到陈叔桌上，看他们还怎么圆。程暖，你给我解释，合约关系，按期结算，你们把婚姻当什么了？陈叔，这确实是一开始的起因。你承认了？核查期造假，后果你承担得起吗？我没有骗您，协议是真的，交易也是真的。但这2个月发生的一切不是假的。他发高烧，我整夜守着；股东大会危机，我们并肩站在一起，每天同一张餐桌吃饭，一起面对顾营和魏然的算计。起因是交易，但中间流过的眼泪和交出的真心没法造假。你以为说漂亮话就能掩盖动机不纯？我只是把事实摊开给您看，结论您来定。你先回去。聊天记录的事儿我核实过了。你们的情况确实特殊，核查期延长20天。陈叔，您是说？我不下现在的结论，20天我继续看，你们好自为之。谢谢陈叔。延期？证据都摆在脸上了，您跟我说延期20天，这不是偏袒是什么？魏然，注意你的态度。那是协议结婚，您不宣布结果，董事会那边我怎么交代？遗嘱的解释权在我，不在你，我说了算。陈叔是铁了心护他。你有办法？20天够了，让陆晨自己蹦。20天，你撑得住？你呢？我先问的你。我没问题。那就继续。20天，行，我让他们1天都过不安生。陆晨要是知道程暖为了买她这个老公，到底花了多少钱，你猜他那清高劲儿受不住？你打算告诉他？500万只是给我的定金，程暖拿他自己的信托基金做了全额担保，整个身家压在一个出租老公身上。去办。我看陆晨知道自己是件商品之后，该怎么演神情。陆晨，我今天找你算是良心发现，有些事你一直蒙在鼓里，我看着都替你难受。有话直说。你以为程暖那笔合作保证金就是全部了？那只是表面能看到的合同金额。他拿程老爷子留给他的信托收益权做了反担保，一旦核查失败，他会失去项目控制权，还要承担高额违约责任。
别自作多情了，你在他眼里不是丈夫，是高风险项目。他把最重要的筹码压上去，还能把你当正常关系看？说完了。急什么？回去慢慢想吧。回来了。把电脑合上。怎么了？顾云今天找我了。你担保的是你爷留给你的那笔信托。对。这么大的事，你一个字不跟我提。提了又怎样？除了给你加心理负担，没有任何意义。我自己的资产，我自己安排。程暖，万一这件事失败，不会。万一……陆晨，我的钱，我的选择，你做好你分内的事就够了。你什么都自己扛，习惯了是吧？签个字。反担保协议，陆岑，你把你名下的设计注借权和项目预偿款全填进去了。你们俩真是一个比一个敢压。你不需要这样做。我需要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喜欢欠着，也因为他后半句什么意思？因为什么？你别走啊！他到底想说什么？程暖，脸上一颗颗的青梅果，我在天宇瑟瑟坚守日，我记得大着这病人需要休息，出去。顾小姐，网传您住院是被程乃和陆晨结婚刺激的，是真的吗？别提他了，我没想到他会做得这么绝。所以确实是程暖的婚姻导致您情绪崩溃。我的孩子，如果不是他突然宣布结婚，还处处针对我，我怎么会住院？他就是见不得我好。程总，舆论全导向顾莹了，网友骂您是刺激她住院的恶毒女人，措辞非常难听。还有人说要来公司楼下恶意涂抹，他自己的情况关程暖什么事儿？碰瓷都重到医院去了。热搜前10占了几个？3个，还在升。呀，法务部把带头的营销号全部截图存证，律师函请发，声明只写一句：不信谣不传谣，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。就这样，不解释一下来龙去脉，跟疯了一样的人解释只会被拖进泥里。按我说的做，散会。吃了吗？没。先吃。你听说了？你觉得？我觉得你先把饭吃了再说。孩子是真的，父亲不是陆晨，你懂怎么用？快看，娱乐大 V 爆料了，顾莹流产的孩子居然是陆晨的，还配了图，这不是陆晨上个月去医院的照片吗？原来是陪陈简。平时装一本正经，没想到婚内出轨，还闹出这种事儿。陆晨，进来。网上那事儿你看到了，合作方刚打电话来，项目暂时搁置。那张照片是我去体检的记录，不是陪产检，这是造谣。我信你舆论闹成这样，公司扛不住，你先停职休息几天，把事情处理清楚再说。那个娱乐账号还有转发过500的营销号，全部以侵犯名誉权起诉。好的，程总，我立刻去办。查到了，医院那边核实了顾莹的就诊记录，说孕周5周，陆晨跟她离婚8周，受孕时间根本不在婚内，这口锅扣的可真够狠的，还想把程暖也拖下水。好，约陆晨把这个给他看。孕周才5周，你们离婚8周，受孕不可能在孕内。谢你，这次不是客气。我不是帮你，是帮我自己。他敢拉我下水，就得付代价。
魏然，程暖查了我的就诊记录，孕期证据他拿到了。你说话呀！陆晨要是知道孩子不是他的，我全完了。慌什么？我能不慌吗？换方向，直接从陈叔那边动手。陈叔，有人在贿赂我，你应该知道是谁。陈叔，您……我只是告诉你，有人比你急。脸色不对，出什么事了？陈叔刚打来电话，有人向他行贿，要他出具婚姻不真实的结论。陈叔什么态度？他选择告诉我，这就是态度。那我们把剩话13天过完就行。过得了，过得了。程总，你的婚姻核查面临失败风险，我代表部分股东正式提出质疑。魏总怎么突然发难？听说核查要出问题了，这是必……魏总，这是董事会，不是菜市场。我是为了公司利益，核查结论没出来，你的个人境遇已经严重拖累公司运转了。我们3位股东联合提出临时监管动议，在调查结果出来之前，程总的会计权必须暂时移交董事会代管。这不就是架空程总吗？临时监管，就凭几句空穴来风的谣言，你们凭什么认定核查结论有问题？就凭你现在自身难保，这份动议今天必须表决。既然程总给不出解释，现在就对临时监管动议进行表决。3个股东都举了，动议肯定过。程总这次真被逼到角落了。魏然，你为了夺权连吃相都不要了。别说的这么难听，我只是履行股东职责。魏总的职责就是带头违背程老爷子的遗愿。陆晨，你凭什么进来？这里是董事会，保安呢？我是程暖的合法丈夫，也是这份文件的送达人。法务总监，麻烦核实一下，当场念出来。这是程老爷子生前的亲笔补充并报，有公证处钢印和存档编号，合法有效。陈叔有权独立核查程暖女士的婚姻状况，任何第三方干预施压或以此为借口影响公司运转与决策，均视为自动放弃继承资格及公司相关权益。自动放弃继承资格，魏总这动议正好撞上条款了。魏总，您刚才的动议已经构成笔录里描述的全部情形。不可能，老爷子怎么可能留这种东西？你从哪儿弄来的？陈叔给我的，他说该用的时候用。站住！你什么时候跟陈叔这么熟了？老爷子的备忘录他都交给你。他约我喝茶，我去了。就这么简单？就这么简单。走，你饿了。程总，你脸色怎么这么差？没事，把下季度报表拿给我。38.7，不行，必须去医院。吃点退烧药就行，下午还有会。怎么回事？38.7度，还硬撑着要开会。陆晨，这几件事今天必须……会议延期，现在去医院。陆先生，程总交给您了。其实不用，我自己能去。你现在坐着都是歪的。就是有点晕。闭嘴，留点力气。陆晨，限你几天？睡。药在右手边，记得吃。粥在保温锅里。全查清楚了。这是顾莹真实的孕检记录，紧急联系人一郎他填的是魏然，我们的人确认过，魏然私下陪他做过好几次检查，
举止亲密是私密关系，这孩子是魏然的。好一招偷梁画柱！你今天来不只是让我看这桩皱纹，陈叔，孩子是谁的我不在乎，但魏然为了帮他的私密关系对象上位，动用了多少见不得光的手段写进最终结论，这个必须白纸黑字写进最终结论。我会秉公处理。接电话。陆晨，我错了，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陈叔那边明朗了，魏然出局，流程最多5天走完。这是提前结束假婚的协议，我签好了。这段时间谢你帮忙，不想再耽误你时间了。你想早点结束？我想给你自由。程暖，我没觉得不自由。他不签！你小点声。我怎么小声？他一天多忙啊，分钟几百万上下，他差这最后5天，他不签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你心里没数？我不敢猜。你平时在公司算计别人那个胆子呢？他就是不想跟你断，你还在装什么鸵鸟？上次我说也因为我不想让这件事只是你一个人的。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说不清，但我想把它说清楚。说什么？我喜欢你。不是因为这2个月，是这2个月让我认清了一件早就有的事。怎么算数吗？算。大半夜叫什么魂？没拿稳，手滑了。你们现在算什么关系？还没说清楚。他昨晚说喜欢你，你怎么回的？你没说？我问他算不算数，然后呢？他说算，然后我就进去了。程暖，你喜欢他10年，他终于开口了，你进去了。我不知道说什么。晚上回家，你给他一个答复，听见没有？你今天手抖了，要紧吗？没事，谢谢。初2那天，你在走廊挡那3个人的时候，我就想，要是有一天能站在你旁边就好了。现在我说了，这算答复吗？算。站着，顺手。今天就我一个人来，最后2天了，随便聊聊。你爷以前也爱喝这个茶，他那会儿总念叨，人这一辈子不能总一个人硬扛。程老爷子当年托我做核茶，不是真要卡你的婚姻，他就是想让你好过日子，不孤独。我看见了，程老爷子的东西，我是认真看守的。我知道，我也是。哭了？没有。谢谢。东西都发了，马上全网推。趁陈叔还没出报告，先把舆论做实。知道了，按兵不动。
需要我做什么？看着就行。热搜上去了，全网通告再传程总假结婚，水军买的也太多了，全网铺开。把陆晨那份婚前记录时间线放出去，顾莹和魏然的酒店出入记录、资金往来全部放出去。这是实锤啊！同步发各大媒体。发了，舆论开始反转，评论区炸了。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他以为我没准备，我准备了3年。魏总，城市董事会发了律师函，以损害公司声誉和股东利益为由，启动对您持股的法律审查。董事会要替您出局，您的股份可能保不住了。程总，陈叔派人送来的公证文书，一式3份。程老爷子若在，当心危。尘埃落定，魏然连渣都不剩了。我出去一趟。过了。彻底赢了！行了，程军，谢谢你，陆晨。不用谢。但是我们要谈一件事。我们的婚姻合作协议这一条，约定事项完成后，双方可协商解除合作关系。我不同意了。你认真的？认真。我的承诺还在，我说话算数。理由？我不想再签一次离婚证。上次签的时候，我以为这辈子差不多就那样了。那你想怎样？重新来，从头谈一次恋爱，然后不离婚。我没听到，我不在这里，你们继续。你买花？第一次，不确定对不对。你先。你吃。你们假婚2个月都没这么囧过，夹个菜撞筷子，你们俩进化到比假的时候还不如啦。因为假的时候，我知道自己没资格在意，现在不一样了。真谈恋爱反而成傻子了。有些人是真的放下了。推荐人，程暖。陆总，这次邀约很难得，评委有城市的合作方。知道了，你先出去。这个项目是你推的？我告诉他们你有这个能力，接不接得到看你自己。知道了。以上是我们的方案，方案很扎实，完全超出预期，数据分析做得非常透彻。谢谢各位。拿到了。下季度预算需要重新评估。拿到了。程总，预算这块儿继续。程总，魏然的股权审查结论出来了，被迫全部撤股，彻底出局。知道了。这么早？去墓地看爷。我陪你。爷爷，我来看你了。我带他来了。爷爷一直觉得我太孤独。以后不是了。
陈叔，程总今天去墓地了，一个人，陆先生陪着一起。放心了。陆晨，你看这个。好，旧资料没用的，我来处理。给我看。废纸没什么好看的。给我。这是。你当时获了奖，登了报。别笑。我没笑，我只是觉得欠了你太久。程总，冒昧来找你是为了陆程。他在社里出问题了？不是现在，是2年前，国际最顶尖的那家事务所给他发了邀请。多少设计师做梦都想要的机会，但他没去。那时候顾莹刚出轨闹离婚，陆晨这人傲，不想在外人面前狼狈，更不想像个逃兵，硬生生留下来把烂摊子收拾干净了，机会也错过了。为了收拾残局，连前途都不要了。我就想确认一下，他现在状态很好，那个机会如果再来一次，他能不能抓住？2年前国际事务所的机会，为什么放弃？所长找你了。因为顾莹出轨，你要留下来收拾残局。我想做的事不只有设计。你不在的地方，再好的机会也没进。沈觉，我们公司在那个城市有没有项目可以拓展？我查。你联系他们了？我只是让他们重新评估你的作品集，决定权在他们。这句怎么解释？感谢程氏集团对本事务所亚太项目的关注。程暖，我说过。我知道你说过，但你当年那次不是因为能力不够，是因为那些烂事儿，那不该成为你的代价。你为我做的事，我都记得。你不用，我要记。项目落地必须以亚太区为主，因为我不打算离开这里。签了字，程氏以后就交给你了。谢谢各位董事信任。你怎么来了？接你。今天不算下班。我知道，但这天对你来说比下班重要。程董今天破防了没有？大家竞猜。这是我们初中改建过，走廊格局还在。你说你就是在这里开始的。其实那天我也吃了亏，你记得吗？记得，你嘴角都红了，还是站着。其实差点站不稳，强装镇定的。你那时候在走廊另一头，我看见你了，只是不知道那个眼神是什么意思。现在知道了。那不是陆晨前妻吗？他怎么敢来？估计来找程总麻烦的。我没别的意思，就想说一句对不起。进来说。
我一直知道陆晨是好人，只是我自己贪，把一段婚姻过成了工具，最后伤了所有人。他现在好吗？很好。那就够了。他值得很好。我知道。他来道歉了。你呢？我接受了。你做得对。老板，杂志社送来的邀请函，城市设计师专题，点名邀你。喂，又你。下次我署假名。最后一个问题，很多读者发现您最近风格有明显转变，更柔和了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我现在知道，一个空间不只是给人住的，是让人在里面有人可等，也有人可陪。有具体的人给了您这个感悟吗？有。能说是谁吗？他不喜欢被提，但他喜欢那本绝美画册，所以我在封面设计里藏了一个他。你快看这个。你还在吗？在，没事儿，看书。杂志看了，封面怎么样？还行。还行。程总，年报数据全对完了，大家先撤了。好，辛苦了，明天休息。陆晨，我有点累。就这。你不是要安慰，你只是需要有人在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你是程暖。你先把那课教完。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这个款？你看过3次，没买，每次都说太素了，然后走开。你跟着我逛过街？我陪你逛过，你只顾着看。程暖，不用假婚，不用合同，就我们2个，往后不散，可以吗？可以。你手上真的假的？陆晨送的，他求婚了。程暖，你终于起来吃饭了。我们当时看着像去讨债的，像被逼着去讨债的。重拍一张，不拍证件照了，拍我们想要的。你们干嘛呢？开董事会啊？陆晨，你笑一下，你刚求婚成功，别像保镖。算了，你们假装我不在，随便说2句。有了，这张绝了！你刚说什么让我笑的？我说你初2那天没化妆，已经很好看了。你那天记得我的脸？我说了，我看见你了。酸死了，我这单身狗不该在这儿。程爷早就猜到会有今天。老爷子心里明镜似的，他不让我早拿出来，是怕你分心。
去书房看吧。暖暖，爷爷知道你一直一个人在扛，扛得太久了，爷爷心疼。爷爷老了，留下来的东西只是东西，但你不孤独这件事，比什么都值钱。老爷子最后一次见我说了句话。什么话？他说，他那个孩子一定不孤独。我现在信了。睡不着？有点。这是我们这栋别墅的改建方案。加了个大书房，阳台也加宽了，还有小院子。两边的工作台是一边你，一边我。上面备注全是按我们的习惯写的。你什么时候画的？假婚第3周。那时候还不知道叫什么，就是觉得一直住在这里也不错。什么时候改？婚礼之后你定时间。看傻了吧？他把花鸟市场搬空了，太夸张了，全是他喜欢的品种。喜欢吗？你亲自布置的？今天不请外人，用我们自己的方式。今天没那些繁文缛节，你们能走到今天，我看着高兴。有什么话自己对彼此说。程暖，我来晚了10年，但往后不会再让你等了。陆晨，我等过你了，这次不用你赶，我们一起走。假婚第1天，他告诉自己2个月够了。真婚那天，他才知道，原来是一辈子。